空洞的铠甲、腐败的战马，一直是类似于那种死亡骑士啊，或者说无头骑士非常标准的一个设计。而在类似的造型中，想必大家对于指环王肯定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乐子是小情二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摩尔牌奇。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阴二出品的戒灵。外包装还是先看一下啊，单人部分的话，和之前指环王所有系列产品一样，同样的风格啊，就是取自于书籍的一个概念。外面的封套呢，也根据戒灵做了一个偏黑暗的设计啊。文章中描述着充满着一种死亡的氛围啊，就那种幽暗的气息。摘下来，同样有塑封的包装，正前方可以波动的魔戒转轮以及布艺的这个材质啊，仿照它那一身黑色破布做了一个比较粗的那种麻料的那种面啊。前不久那个莱格拉斯一样，它围绕着人物应有的那个服装做了外包的一个设计。拿出来就像拿出一个文物一样啊，手插哦。主体拿出来，我个人觉得开箱之后这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按照原著中的描述呢，这个戒灵是处于一个类似于灵体，身边会围绕着那种近乎于死亡的一个气息或者氛围啊。当然，氛围这个东西或者气息这个东西，你用1:6冰人实体化去做，这个就比较难。和电影中一样的一个手法，就是靠这些破布或者说它这个黑色的衣服吧，去表现它的一个动态的那种灵体的气氛那种感觉。服装本身呢，你看上去是黑漆漆一片啊，实际上它是有3层的结构，由内到外的话是越来越厚重的。比如说它这个兜帽这个帽子部分啊，其实是最厚实的，有点鸡皮绒的效果的。然后中间部分呢又带一些条纹状，袖口这个地方呢就是最轻薄的，像麻布麻料的那种质感啊。因为用了3种不同的这种布艺，所以说尽管它整体就是一个黑色啊，但是你一眼看上去的话还是比较有层次啊，就是质感上我觉得这个材料的搭配还是不错的。针脚啊，这个车线我觉得还不错，必要的地方都做了一些隐藏，裸露出来的地方呢，这个针脚也是比较细腻。全身上下基本边缘的部分也都做了金属丝的搭配，所以说你无论袖口啊，还有这个下摆呀，都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凹出它这种飘逸飘荡的感觉。尤其是这2大条啊，因为比较沉，所以呢，其实它采用了2层，就2条这个金属丝摆起来，或者做一些螺旋状的结构，也都是可以实现的。这里也要说，它这个黑衣边缘部分这些破碎的这个蛮不错。这个破碎不是那种潦草的给它撕开啊，或者剪成一些不规则的形状，而是真的有那种抽丝啊、磨损啊、沾染了这种灰尘灰烬的感觉。除去服装以外，姑且叫做头部啊，这个上面兜帽这个部分，想必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实际它最终的呈现呢，内部呢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硬的硬壳兜帽的基础，外层呢又去包上了这个布艺的材料，下端呢同样具备一个可动关节，也就是说它虽然没有头啊，但是可以做出一些类似于低头啊或者转头的头部移动或者注视你的那种感觉的。而且它这个位置因为里面的涂装也足够黑啊，建议大家吧用一个顶光去让这个帽檐下方压得更加黑暗，更加接近于荧幕中看到的那个戒灵神秘的感觉。
然后呢，除去它全身的这个布料以外吧，在它这个四肢部分也是有和电影中一样铠甲的一个展现的。本体这个甲其实我之前没做太多的期待啊，但是上手之后，除了运用了金属材质以外，它的一些开合的结构啊，包括像折页的小的设计啊，一些移动时候这个联动的设计啊，包括一些铆钉的应用，都是和我体验过的一些古代甲的产品有相似的结构的。除去仿照这个真甲或者类似于古代产品的一个结构以外，效果包括锐度，我觉得也都 OK 啊。黑色是那种类似于银氧化发黑之后那种旧化的感觉，不错的。还有呢，在它这个手型的部分采用了一部分金属的材料，一体性非常的强，细节和锐度的表现也是比较强的。但是这个手型在插拔的时候，尤其在安装的时候，千万要注意稍微慢一点啊，或者拿吹风机感化一下再向里插。本身它手臂上会有一个这个活动的臂甲，然后你在连接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虽然说这个部分可能大家不会更多的去展示出来，但是你在做一些如同摆臂呀，或者从这种很漆黑的袖子伸出一只手的时候，细致的这个甲片的结构其实还是会为产品本身加分很多的。包括里面这个素体也都用了这个黑色的材料。当然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因为它这个戒灵本身不会就是很强壮啊或者什么，它用的就是一个比较纤细的躯干在里面。做一些手臂抬得较高的情况下呢，这个手臂甲还是会活动，露出这个手腕关节的。这里在摆造型的时候，自己再去调整一下啊，尽量避免这个外露，连接的更加密实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武器配件上也是值得一看的啊，一共搭配了4把配件，全叫上名字这个我做不到啊。我印象中这个短一点的好像是摩古尔之刃，这一把应该是那个安格玛巫王的那个配件啊，可能说的不对啊。很漂亮，和现在市面上一些古代的病人产品也是没有什么差距的啊，都不错的，并且这个剑刃呐，还有这个护手部分，包括有一些剑柄啊，都是采用了这个金属的材质，旧化质感，包括这个锐度都是很不错的啊。而且它这个刃部呢，其实做了一些挥砍啊或者破旧那种小小的缺口，很灵魂的。当然玩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之前说过它这个手型会相对比较硬一些，你在握持武器的时候，插拔的时候也要小心，尤其像有一些它这个小护手啊，整体精度比较高嘛，所以说比较细，又是金属的材料，你不要说因为太用力的去给它插拔，弄坏了这个护手或者这个柄部，要小心的啊。还有一个手持的火把，要比我想象中好啊，这个特效剑火苗的一个造型啊，锐度啊，尤其是它这个通透的程度，还有呢就是火焰内部燃烧的这种效果，因为它这个头其实是沾了那个煤油的那种布料嘛，啊，所以在燃烧时候内部可以看到一个黑黑的这个芯儿，风向吧或者火焰的走向，能够把这一侧有点透露出来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尤其在灯光下，它这个特效剑的通透程度是很不错的啊，和戒灵的面部成反比的啊。之前觉得这个戒灵拿火把其实有点傻啊，但实际你从镜头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它这个火焰这么明亮，你却看不清它这个脸部，更能凸显出它这种幽暗的一个气息。然后是它这个地台部分啊，直接从箱子里拿的时候，它是蛋糕那个盒子一样的纸质的这个手拎提出来就行。边缘部分是模仿那个城堡那个尖尖啊，很锐的一个造型，而且会怕磕碰到，要注意。它内部也嵌了戒灵单人版的这个小的地台啊，实际这两个是没有一个直接的连接的。平时如果说你摆这个大地台的话，我觉得这个小地台也不用放到里面。地台周围这个配色我觉得还蛮好，会有一个像是绿色荧光向上照耀这个城墙的一个效果啊，就凸显他们这个邪恶的气息嘛。然后小一点这个地台看点不太多，搭配了最新规的这个金属的支架。大一点的这个呢，就是一会儿去连接整个戒灵马的。
当然在拆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包装更接近于一个雕像那种形式啊。本体呢，其实做了一些像这种马蹄的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金属的连接啊，应该是在运输时候保持稳定的。这个你直接拔下来就可以插装到这个地台上。稳定性还可以啊，但是它因为只有2个连接嘛，所以日常在摆放的时候，注意不要有太大的外力去磕碰到它。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马匹身上的很多绑带呀、缠绳啊，包括头部这些马甲呀，都是直接就给你附带好的啊。马鞍的部分也是做了一个简化的处理，就是采用了一个磁吸的结构。马甲呀、马蹬子啊，还有这些环状，都是用了一个金属材质。有一个地方特殊要说啊，就它撩起的这个前蹄上面2根针刺，而且它这个稳定和锐度也是金属的材质，就要小心啊，不要手刮到啊，这个超锐，刮一下应该挺疼的。回到这个马的本体去看的话，首先的整体这个姿态，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喜欢的啊，因为这个戒灵马是一个腐败的，或者说有点腐烂的死亡的那种战马，没有采用一个很活跃的那种状态，有点颓废的行走。颜色上肉眼去看的话，它其实是深棕色，就在这个栗色的毛皮上更多了一些黑色的感觉啊，就感觉它本身这个马可能活着的时候应该是一个那种有点像赤兔那种啊，或者说蛮漂亮，比较漂亮的、比较鲜艳的马啊，但是因为死了之后就毛皮腐败，才导致它接近一个黑马啊。我觉得他是想要做这样的一个颜色的。反正我玩过的很多这种马，其实都是一个古代产品，这个就不多说。它的一些基本结构，像一些鬃毛啊，还有这个尾巴部分，也都和这个我们讲过很多这个比较好的这些古代的马匹是比较接近。人马搭配之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在展会上其实看过了几次，目前拿到家中之后就觉得这个场景比想象中可能还要更大一些。主要呢还是因为这个马会更加巨大一点，与其说是一匹马，其实你套在这个《指环王》的世界观中，我觉得这个马的体态更接近那种魔物吧。搭好之后，高度的话，我大概量了一下，你要预留45厘米，宽度的话要在25厘米左右啊。除了地台以外，马其实还会伸出来一些。马本身的长度是大概40厘米，让斜着去摆放的话，深度要预留到35厘米左右，仅供参考。人马搭配到一起之后，能展示出来的效果其实会更丰富一些，很难去看到这个腿部的一些装甲，以及你在拉缰绳的时候一些手臂甲呀，还有手型的展示，包括你再去搭配一些其他武器，摆出一些比较有气势的造型。其实这个产品实物拿到手之前，我个人的评估或者感觉啊，它整体应该是靠这个马去让产品更加出彩的一个设计，也就是我之前的重心或者看点都在这匹马上。但实际拿到产品之后，我觉得本体这个戒灵的人物其实还是有很多亮眼的表现啊，就像我之前说到它这个不同布料的选择，还有用了超多金属线去凸显它这种飘逸飘荡一定的设计。我打理的能力有限，但是稍微给它凹腰，都能做出很多妖媚的那种效果啊。笑啥呀？妖媚的效果。对，就是我觉得他在电影中是有邪魅。对，邪魅，就是和后面登场的安格玛巫王好像也不太一样。安格玛巫王其实给大家留下那个印象一定很深刻，但是我自己的话是对于这个开始这个戒灵骑马奔袭的时候那个感觉更明显。我觉得他给人就是直观的恐惧吧。对，你看不出他是男是女，主要是啊，他有点害怕这种是吧？他就戴一个兜帽，那么飘的，然后你还有点好像。就像圣母玛利亚那种造型，你知道吧？啊，你就感觉不出来他是男是女，神圣的，对，他地位还挺高的。对，就是一个飘忽的幽灵，就是来到你面前那种啊，我会感觉挺惹不起的。对，你也可以给它贴合的裹得再紧一点，就是那种鬼鬼祟祟向你袭来的感觉都可以。这款产品算是 InArt 在《指环王》这个线啊第一个反派。
同时呢，也会比较期待那个安格玛巫王能不能什么时候出啊？骑马的那个造型啊，会更加有气势一些。当然和这个戒灵是两个感觉了。看起来是什么手指传的对，或者做一个什么呢？做咕噜，什么时候做咕噜？行了，不多说了。然后这一期呢，今天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